世界上所有黑客现在都慌了。你以为密码越长越安全？大错特错！只要加密方式还是靠数学，随着未来电脑算力越来越强，再复杂的密码都能被破解。你的手机、银行卡，所有秘密其实一直都在裸奔，直到2位科学家站出来，直接掀翻了整个密码圈。他们不用数学，不用复杂算法，直接搬出一条宇宙物理定律，给人类造了一个绝对打不开的保险箱。这东西有多狠？只要有人敢偷看拦截，碰一下你的信息，哪怕只看一个标点符号，信息当场自毁。黑客费半天劲，最后只能拿到一堆没用的乱码。就靠着这种极度流氓的招数，2位科学家拿下了计算机界的王冠图灵奖。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别急，我先告诉你图灵奖到底是什么。图灵奖是计算机圈里的终极荣耀，它以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的名字命名，由美国计算机协会每年颁发一次，奖金整整100万美元，全球学术界公认这就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但图灵奖真正难的地方不在于钱有多少，他不看你今年有多火，不看你论文引用了多少次，他只看一件事，你的工作有没有永久改变这个世界的走向。过去60年，他只颁给了那些真正改变人类数字世界的人，互联网协议的发明者，万维网的奠基人，关系数据库的创造者。每一位得奖者背后都站着我们今天每天使用的那些技术。图灵奖自1966年设立整整60年，从没有把奖颁给和量子物理直接相关的研究，一次都没有。直到2026年3月18日，也就是前2天，这个60年的空白被彻底打破了。2025年度图灵奖颁给了2位量子领域的科学家，一位是美国 IBM 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查尔斯·贝内特，今年83岁，至今仍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另一位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吉勒·阿布拉萨德，至今仍在给学生上课。颁奖词说，他们奠定了量子信息科学的基础，彻底革新了安全通信与计算的方式。但你知道最戏剧性的是什么吗？这2个人40年前只是在一个游泳池里随便聊了几句。1979年，一场在加勒比海波多黎各岛上举办的学术会议间隙，贝内特在泳池边看到了布拉萨德，主动游过去搭话，2个人就这么聊开了。一个物理学家，一个计算机科学家，讨论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有点异想天开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造出一种密码，不是靠数学，而是靠物理定律来保证安全？这个想法在当时多离谱！你要知道，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网银。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家觉得量子物理那套东西就是物理实验室里的小玩意，跟计算机毫无关系。没有人觉得这条路走得通，但偏偏这2个人觉得可以。5年后的1984年，贝内特和布拉萨德发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量子密钥分发协议，就是今天所有量子加密技术的根基 BB84 协议。协议的名字来自他们2个人姓氏的首字母加上发表年份。这篇论文改写了整个密码学的方向。他们后来还用量子纠缠做出了量子隐形传态，连爱因斯坦都称它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直接奠定了整个量子信息时代。那么问题来了， BB84 协议到底做了什么？普通人怎么理解它？先说你现在用的普通加密，你每次登录银行 AP 背后都有一把数学锁，这把锁的原理是把2个超大的质数相乘，得到一个天文级别的大数字。黑客想破解，就要把这个大数字重新分解回那2个质数。用现有最强的计算机做这件事需要几百年甚至更久，所以大家觉得够安全了。但是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量子计算机要来了。量子计算机不按照0和1的方式工作，它利用量子叠加态可以同时处理海量可能性。理论上破解现有银行加密这种级别的数学锁，量子计算机只需要几分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的所有密码、医疗记录、通信、军事情报，在未来的量子计算机面前都跟透明的纸一样。更可怕的是，这个威胁现在已经不是纸面上的假设了。安全专家们发现，一些黑客组织已经开始大规模收集加密数据存起来，虽然现在还解不开，但他们等得起，等量子计算机成熟了再统一解密。这个策略有个名字，叫先收割后解密。你今天发出去的一条消息，可能在10年后被人看光光。面对这个威胁，传统加密方法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不管数学所造的多复杂，只要算力足够强，它迟早会被打开。这就是 BB84 协议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那量子加密的核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光子。光子是光的最小单元，是组成光的基本粒子。它有一个神奇的特性，叫做偏振。你可以把偏振理解成光子的一种姿势，竖着代表1，横着代表0。BB84 协议就是用光子来传递密钥，发送方把密钥信息编码在光子的偏振状态里，通过光纤一个一个的发给接收方，接收方收到光子后进行测量，
双方通过比对生成一段只有他们2个人才知道的随机密钥。到这里听起来还好，但量子加密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后面。量子世界有一条铁一般的物理定律，叫做观测即改变，意思是在量子世界里，一旦你对一个粒子进行测量，这个粒子状态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而且是不可逆的。这条定律对黑客来说是灭顶之灾。黑客想窃听，他必须截获光子，读取信息，但一旦他碰了光子，光子的量子态立刻改变，发送方和接收方对比数据立刻就会发现异常，有人动了光子。这和传统加密完全不是一个逻辑。传统加密是黑客偷听了，你不知道，他慢慢破解。量子加密是黑客一旦偷听，物理定律会立刻告诉你有人在偷看。你不是跑赢了黑客，你是让宇宙的物理法则成了你的保镖。那么量子加密距离我们普通人还有多远？老实说，现在还有挑战。量子信号在光纤里传输会损耗，距离越远越难。光子非常脆弱，受温度震动的影响很大，整套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非常高。所以量子加密目前更多用于政府、军事、金融这类最需要顶级安全的场景，还没有到每个人手机上都能用的阶段。但这个方向是确定的。最后回到这2个拿了图灵奖的老人，贝内特今年83岁了，每天还在 IBM 的实验室上班。布拉萨德70岁，还在蒙特利尔大学给学生上课。他们早在1984年就做出了这件事儿，但图灵奖2026年才终于来了，中间整整42年。布拉萨德在得奖后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他的职业生涯只能选一个荣誉，他会选图灵奖，因为他来自计算机科学界，而他们的工作恰恰就站在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点上。贝内特则说，这个奖确立了一件事的重要性，那就是信息不只是抽象的0和1，信息是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真实存在。他计划把奖金的一部分捐出去。从波多黎各泳池边的一次闲聊到计算机界最高荣誉的颁奖台，中间隔了将近半个世纪。这2个人证明了一件事，最疯狂的想法往往才是最后改变世界的那一个。现在量子通信网络已经在铺开，量子计算机的威胁也在加速逼近。光子这个人类肉眼都看不见的粒子，正在默默替我们守着所有的秘密。下一个时代的安全锁不是数学，是宇宙的物理定律。